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宁夏，这里是石嘴山，这里也是贺兰山深处。今天来这边看一下，因为网上看到一些资料，说这个贺兰山深处啊，有一些废弃的房子，就是像古村落、古镇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这个贺兰山深处探寻一下，这里面挺多建筑的，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应该一个工厂吧。刚才简单看了一下，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废弃的，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工厂。为什么说废弃呢？我们刚才看到前面那栋建筑上面的玻璃全部破碎了。一走进来，发现这里有一个贺兰山公园。那这个地方公园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成的。它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说的一个小区一样的，因为是住人的嘛，好像是几十年前部队的营房。这个公园在贺兰山脚下，在这边呢看到很多石头没有？这个就是贺兰山。刚刚在这里碰到一个人，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其他游客，他说这个地方几十年前有部队在这里驻扎过，后面就荒废了、废弃了。后面呢，听说这里还办过工厂。这里好多这种房子，这里还有个绿化的洒水车。这里有2栋办公楼，这栋小的应该是中高层干部办公的地方，因为一个大的公司、企业、工厂，那么是人员很多的，那么管理人员很多，那么还有一些基层的管理人员，可能就在另外一栋楼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都是在另外一栋人办公。我们平时看电视，或者是以前在深圳打工啊，特别是大的这些工厂，它办公楼其实也是有好几栋的，不过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墙上的玻璃已经全部碎掉了。后面的山看到没有？就是贺兰山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在贺兰山深处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宣传栏或者通知栏，有什么事情在这里通知。这个就跟学校的我们说的黑板报一样的，一般都有的，工厂、学校各个单位都是有的。在中间这里有一个地方，我感觉像运动场所，因为它是属于下沉式的，然后周边有很多阶梯，那有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说的集中什么活动，或者是说打篮球，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这个后面这些呢，就是贺兰山，因为这一块都是属于贺兰山，这块是在贺兰山的腹地。在我们前面还能看到的那个山坡是很高的，前面这一块地方应该是属于住宿的。走进去看看能不能进去，这里一排排都是这样，都是一样的规模，一样的类型，就跟我们说的集体宿舍是一样的。它有一些门还是打开的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里面呢就是一个小房间，相当于就是我们读书的宿舍一样的，就是一般4人间或者6人间，大小也是一样，就是单独的一个房间，里面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这里也是属于空旷的，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。现在都是砖，那边是窗户，它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跟学生宿舍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时我记得我读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宿舍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应该是属于一个营房，但是现在全部废弃了。这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住宿的，就是一些现在空旷的房子。这些全部是窗户啊，是不是10个？好像还不止哎。在贺兰山脚下有这样的，还是挺独特的。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是黑板，但是它这个是水泥做的，可能写一些通知公告都是写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当时学校也是这样的，还有做黑板报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。现在贺兰山这边温度还是很高，今天好像最高温度有38、9度了。这些房子大家说如果开发成旅游是不是挺好的？因为这里也属于
贺兰山风景区。那我觉得开发成旅游，因为这些地方啊，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，就变成我们说的民宿。大家说这些地方开发成旅游怎么样？然后在周边弄一些其他的设施。我们打个比方说，这个地方沿着山修建一些我们说的过山车一样的类似啊，这个地方呢有可能就旅游还是不错，因为这里既可以旅游又可以住宿。这里以前还有个灶台，有烧过东西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这里做过饭还是什么。贺兰山有点像我们在西北看的地方一样，戈壁沙漠，它这里呢也是石山加上戈壁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看不到一些植物的。那这些草呢也是零零散散。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它这里的宿舍基本上是有10来栋。这里的建筑非常多，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这里应该是食堂，走进去看一下。为什么会说是食堂？因为有这样一个窗户啊，基本就能看得出来。因为经常看电视剧的话，大家排队这里打菜，这个就是灶台2口锅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食堂吃饭的地方。这里是厨房，厨房外面呢这里就是餐厅，在这个地方打菜，然后大家在这里坐在这里吃饭。这边这个餐厅比隔壁还大一点，它这里面现在全是灰，这个灰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啊。现在全部荒废了，都是破败了、荒废了、废弃了。这里面是干嘛用的？大家能够猜得出来不？我是不知道，但是它这边的房子建得很有特色，都是一个小拱门，小圆形的拱门，包括外面看到那公园也是一样的。因为里面现在全是砖，空旷的，就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。我们在另外一个方向看一下，这个地方还是挺大的，这么多建筑，应该说是庞大的建筑群都没有人居住。那这些人到底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有可能当年是像刚刚有人说是一个营房，那么可能是搬迁走了，这些就废弃下来了。后面可能说有工厂，那么工厂没有办了，也废弃了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造成的。这个地方最早是一个营房，后面是一个企业。你看看，职工俱乐部，这个当时呢，可能20年前，这里可能还有工厂在这里办公，所以呢，就有个职工俱乐部，工人在这里活动。那里面呢，相当于是我们的大礼堂，这个门就能够体现出具有时代感。大礼堂旁边还有个阅览室，就是可能在这里工人在这里读书、学习、看资料。那大礼堂什么性质呢？以前这里肯定地下是很多座位的。那开大会的时候，那个上面是主席台。如果不开大会、开表演、节假日的话，就是大家职工在下面看，然后上面呢有人在表演。这个大礼堂的性质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应该很多人见过了。现在基本上大的学校、企业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大的那个礼堂的，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呢基本上是已经损毁了、废弃了，因为没有人维修，所以整个上面的吊顶的东西呢全部掉下来了。大家尽量就不要往中间走，在门口这里看一下就行了。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，远处那些应该也是住宿的，不过那些是窑洞性的房子，有意思吧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刚好在这个山脚下面，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
其实相当于就是房间了，摇动性的房间。哇，这里面好凉快啊！这个2016年有人来这里看过，就是有人回忆嘛，因为这里以前有人在这里生活，所以可能重新来这里看过了。这后面还有一些小溪，小溪流水从贺兰山深处流出来的。这里的窑洞式住房很多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人居住的。这里呢，基本上里面情况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些窑洞式的住房挺有特色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是确实挺好看的，与众不同啊。